好，目前以巴冲突来说的话，你看中东的这个等于说以色列周边的国家动作都非常的多。现在伊朗的议员也宣称说，他们其实拥有核武。专家认为说，至少已经是相当接近啦。但伊朗的国会议员他们就提出来说，在我看来，我们已经等于是拥有核武，只是我们没有宣布哦。这意味着我们的政策是拥有核弹，但是碍于跟各国签署的核协定，所以并没有公布出来。那真主党现在也宣布动员要使用先进的武器来应对拉法的后果，所以在以色列周边的国家都纷纷感觉上面好像有意无意的表态。那黎巴嫩真主党他们就宣布说要用新型的重型飞弹来瞄准被占领的这样子这个黎巴嫩这边附近的这个以色列士兵哦。那埃及也表示将要加入南非国际法院的案件，他们说已经正式向这个加入这个南非向国际法院提出针对以色列的诉讼，指控以色列在加萨走廊这边违反了种族灭绝公约的这样相关的义务，而目前哥伦比亚、利比亚还有尼加拉瓜都支持这一个案子哦。土耳其也表示会参与其中。那土耳其的官员跟哈马斯的领导人也举行了相关的会谈来讨论加萨的停火进展。那现在目前看起来，他们说这个责任停滞应该是在于以色列问题比较大。埃尔段就谴责美欧说：“你怎么不赶快迫使这个以色列停火呢？”哈马斯是接受加萨地带的停火协议之后呢，但是美国跟欧洲国家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使以色列同样同意停火，所以以色列仍然对于这个拉法还在进攻当中。那除了中东的国家之外，其他国家也开始纷纷在呼吁像是哥伦比亚的总统呼声就是比较大一点，是在喊什么呢？他说应该要直接逮捕纳坦雅胡他直接在 X 上面这样子来喊，意味着呢这个纳坦雅胡因为他不会停止种族灭绝，所以应该是国际刑事法院应该要下达逮捕令那哥伦比亚甚至还严厉的批评以色列总理虚假的指控。纳坦雅胡对于这个佩特罗有一个虚假的指控，这是哥伦比亚的外交部反呛纳坦雅胡。纳坦雅胡你应该要尊重这个佩特罗，并且呼吁说加萨地区要立刻停火，因为纳坦雅胡在这个社群上面指责佩特罗是哈马斯的支持者那同一天，佩特罗就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表示，对于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是不可接受的。除此之外，法国也呼吁以色列应该要赶快停止对于拉法的军事行动。那另外看看这个在联合国有25张弃权票。感觉上面，美国是不是让众叛亲离以色列真的是让大家开始纷纷对他越来越遥远了。特别是其中几个国家德国、意大利、乌克兰跟英国。那加拿大跟英国，他们本来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但是在联大投票当中呢，他们这一次跟美国拉开了距离。德国则是因为呢这个希特勒的事件所以一直好像背着包袱，所以支持以色列。但是这一次也勇敢投出了弃权票。那同样乌克兰也是投出了弃权票。那以色列现在已经造成这个拉法这边非常重大的这个伤亡，有30万人这样赶紧在逃离拉法，数以千计的家庭正在撤离。以色列军方的压力增大大约有30万的平民都在这样子赶紧移动当中。那以色列为了要这个东山就是为了要阻止这个哈马斯东山再起他们现在重回加萨北部，又开始了这新一波的攻击。那展开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了19人死亡，还有数十人受伤。现在看起来，加萨的人道灾难同样也是因为这个战争也再度升级了。拉法现在目前唯一仍然在运作的医院赶紧在呼吁说，国际是不是可以提供相关的保护呼吁红十字会还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赶快对于这个医院来提供国际保护否则现在看起来以色列好像并不会因为医院而暂停它的袭击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我觉得以色列打医院是故意的啦，因为医院是比较可能的大型的建物嘛，那里面就有可能躲藏部分的哈马斯的人员。那他把医院摧毁也有另外一个用意啦，就是让你受伤也没有办法治疗。比如说现在实际上在加沙地区死亡的人超过35000人，那受伤的人超过75000人。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就是你那受伤的人大概都活不下去嘛。那也有一些人生病因为营养不良就容易生病
所以你这里就看出他昭然若揭的目的了。对，就是让你的人口越少越好了，不然他不会，他事实上到了哪里就先打医院，这个不是第一次了，已经很多地方都这样了啊。那至于伊朗说他有核武啊，那个议员啊，那他如果公开出来讲，就表示他没有了。因为我跟你讲，核武没有试爆的就只有一个国家啦，大家认为他有，就是以色列。因为大家都认为以色列的核武是美国直接给他的，不用试爆了，他就不需要试爆。那你看连那个北韩试爆多少次啊？印度也有试爆啊，巴基斯坦也有试爆啊，你怎么可能没有试爆？你就宣称你拥有核武所以这个叫公开出来吹牛以色列从来不承认他有核武啊，是大家都认为他有核武所以我认为伊朗是还没有啦，伊朗是在迈向那个路上啦，也许它的核浓缩已经到67%，可是要做核武，你要到90% 以上因为你这个坦白讲，国际原子能机构是有做一些侦测的啦，然后你要买各式各样，比如说离心机啦，各式各样的东西，人家会看到你真的进口所以我是觉得倒没有到这个程度啦。我认为现在什叶派，比如说真主党啦、伊朗啦，都有一些人出来吹牛说其实我们也很厉害所以以色列你打拉法试试看我跟你讲，摩萨德绝对比他们厉害了。以色列就是真的敢打，我跟你讲因为以色列知道自己有核武而且目前拜登政府因为受到国际的压力，所以对某些武器暂停给予嘛，就是1800枚那个2000磅的炸弹，还有1700枚500磅的炸弹因为美国现在已经陷入一个困境，就是有人认为说以色列丢这种炸弹，然后造成很多平民的死亡，那已经违反了美国的相关的法律，就是美国给予重磅的炸弹你使用它是有限制的，那以色列显然是没有做到，所以造成了很多平民的死亡比如说那个500磅的炸弹，500磅而已它丢下去就会造成300米半径范围没有人能够生存哇！那以色列炮已经丢多少枚了啦？我讲的是500磅的，我还没有讲到2000磅的。也丢了。也丢了是啊。那事实上，他就认为哈马斯都躲在贫民区嘛，我说一般的老百姓平民那请问你杀一个哈马斯的干部，你容许连带的死亡是多少人嘛？这个军事都有它的准则的啦。对，以色列显然就认为，我为了杀一个干部，我连带死了30个人也没关系所以他就没有那个犯罪的可能嘛，不然怎么可能会死那么多人？而且有人去做调查，他死了35000人，里面很多人都是全家灭绝，显然就是你炸到人家家里嘛，才会造成灭门嘛。对，因为有人去做调查，在大概一开始打了3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死亡大概只有7000多人，那结果就发现里面有5000多人是全家灭门，这表示你是打人家家里不然怎么会这样呢？不然为什么妇女儿童会死那么多呢？妇女儿童大概死了已经超过12000人了。就是他那个炸弹一炸下去，他就不管嘛，我只要炸一个哈马斯的干部我就干了。这种战争的行为，全世界都不能接受了。好，来问谢老师。现在这些加沙这些现在在拉法附近的难民一逃就是30万。那拉法本来的居民也不到30万，后来变成150万、160万，本来就是难民组成的所以这边有一些这些难民他已经逃了7次8次了。以色列是有划区域让他们往那边跑啦，就说你到现在都往那边走。那现在北边现在又有发觉有哈马斯那个以色列又开始攻击北边，北拉法也又打起来了，南边也打，北边也打，所以划了一区比较靠海的一区，让这些人往里面跑。那这些人基本上说实话都已经没有家当了，就是一顶帐篷，这些这个救难组织给他们一个帐篷，一家人逃到，这些人就觉得就是说这个生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就是说就是不断的在这样子逃难，对，然后要打到什么时候呢？
对，那现在这个难民的景象啊，就有点想起来像这个美国人应该记得很清楚啊，这叫巴丹岛死亡行军。也就是说，194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军打到这个菲律宾啊，俘虏了大概差不多5万的这个菲律宾军，还有1万的美军的军人。然后呢，抓到以后呢，觉得都累赘啊，那也不晓得要怎么，也不好拿这个什么毒气啊、瓦斯啊，把他们都就他们行军，就从南走到北，北走到南，就这样行军，太阳煞走这些非常荒野的地方。就这样行军就死了1万多人，那这件事情到现在美国还记得清清楚楚的，因为有死美国人嘛。到现在还有什么这个巴丹岛这个死亡行军这个什么纪念碑啊，然后呢那个时候美军麦克沙打回去以后，又把这些负责的日本的这些军官啊都处以死刑啊。那知道那这个美国既然知道这种方式的话，那现在。在加萨走廊的这些巴勒斯坦难民，基本上比他们处境还惨啊！对，那死亡他们这个不是只走1、2趟啊，还当战俘照顾，这些平民根本就怎么样，就是人球踢来踢去。然后他们现在这个战场，刚刚郭人讲，基本上他们就是用这个 AI 的武器，就人脸辨识，他把你这些疑似这些哈马斯的都。输入这些电脑的辨识，可是错误率非常高。然后呢，最大的问题是辨识出来以后，这个人不是在战场这个人可能发出来他在菜市场。那菜市场身边都是人，那你要不要一个炸弹丢过去把他炸死？对，那以色列的军队，他们前线的指挥的手令是说，你只要看到的话。一般平民的话，一般官阶的话，你要炸死30个，你没有责任。如果说是你发觉这个是哈马斯的这个领导阶层的官员，这被你这个 AI 锁定的话，你打死100死200，你也不要负责，因为事实上的话，你如果说在战争的时候，平民跟这个战斗人员在一起的话，你不能随便就以牺牲平民这种宁可错杀100不愿放过1人这个做法，战争法是不允许的那可是以色列是开放这种打法的，所以才会造成大量的平民死亡，根本就不分了。那现在这些平民，说实话，你当时是收到你以色列空飘传单，你们要赶快离开这边，要变战场了。结果现在又收到一个空飘传单，又要离开，天天就在那边移，这不是死亡这种行军，这是什么？这20世纪发生的事，21世纪还发生，真的，全世界应该听听那个哥伦比亚总统的说话。我觉得那个什么国际罪犯法庭那些人真的是白领了薪水，什么事都没做。好，来问岳老师。我觉得稍微注意一下就了解这个事情的话呢，牵涉到非常多的矛盾了。以色列本身的话呢，原来的我一直在讲，以色列始终对于这个在加沙，因为哈马斯在加沙是执政的团体就是说他虽然有这个伊朗的支持，但是他基本上在加沙是有议会的现在联合国的这个方案通过的话呢，要让这个巴勒斯坦人进入成为他的会员国，主要讲的也就是让加沙跟那个法塔赫，这在约旦河西岸的。但是这些人的话呢，他们是从1948年就当了一次难民，那时候当难民是兴冲冲的跑掉了，准备可以把消灭了以色列后就回去，这下子不得了，一下子当了76年的难民之后，然后这个加萨走廊原来的巴勒斯坦人就是难民，但是还不错，原来建设的还不错。然后现在以色列在里面采取的行动的话呢，首先就是把你的房子全部炸毁掉，就基本上就没有一个像样的，然后接下来就赶。不过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我承认以色列人的用兵不得不这么狠。如果他要达成他的政治目的这个目的的话，全世界都没有办法有人接受。但以色列本身来讲，因为以色列自己也等于是一个难民国家请大家不要忘了，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是偷偷摸摸回到英国被托管的这个巴勒斯坦地区里头，然后要建国。建国呢本身来讲的话，他们共识很高的一个最主要的情况就是说，他们会觉得说建国不容易。所以我自己以前认得很多特拉维夫来的大学教哲学的，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们打仗一定要这样子，每次都要大胜局？他说我们不能输，一次都不能输，我们输了完全会被干掉的。
啊。那如果说不输的话呢，就把别人全部干掉。所以说这个道理就是冤冤相报，没办法解决了。我觉得他们现在只有2种可能性来解决，一个就是马斯克所讲的，一定要以色列强大到可以原谅巴勒斯坦人，真的，否则没有办法。只要以色列不原谅、不学会原谅的话，那就完全不会解决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以色列现在这么狠的用兵的话呢，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性了，所以说是人神共愤，全世界都在反对的情况下，那另外一个解决方案的话呢，真的来讲非常遗憾的就是打到最后的巴勒斯坦人就没有人敢再参加哈马斯了，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你现在看到巴勒斯坦那个小孩当中，有很多巴勒斯坦女人讲说，我们唯一报复的方法就是多生几个小孩，然后把他们小的时候叫巴勒斯坦人，长大后就加入了哈马斯。那这样子还得了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把北部的加沙平定了，那些小孩子马上又加入哈马斯，现在就成了这个结果。那个这个结果产生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就这件事情的话，在中东就形成了一个无政府状态，让以色列这边的话大开杀戒。那搞到什么时候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很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韩国现在要切磋一下，就是磋商不切磋，磋商一下中日韩的峰会所以韩国的外长访问北京。这个赵对列去到了北京，要跟王毅来见面。那我们看到他们说，就中韩关系、供应链的合作，还有北韩的核问题，预定在这个月底举行的中日韩峰会来进行一些磋商。那韩媒就评论啦，现在与美日保持步调一致，韩国得到的待遇并不理想希望尹锡悦政府在外交上面能够找到一些平衡。那另外，这个环球网也提到了，现在韩方这几年好像不断在追随美日来介入台湾跟南海的问题这次的峰会就是给予南韩提供一个外交纠偏，就是指改正的一个机会就不要再那么样的好像导向美国、日本然后跟着缴获进来。那他说，现在需要展现更多的诚意跟实际的行动。那再来看看这个韩国的外长事隔6年半的访问中国大陆，感觉上面是要为了这个中日韩的峰会暖身嘛。那这个韩国时报就报道了赵对列在上任时强调与北京应该要保持稳定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在经济上面和其他的领域要强化跟这个中国大陆深化合作的一个潜力。那今年2月的时候呢，王毅就跟赵对列有通过电话，有提到说远亲不如近邻那他也是这个跟中国大陆关系也是比较好的，他说韩中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日本，同样也是我们刚刚看完了韩国就是跟中国大陆愿意走近那日本同样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声音解放军的军官代表团到日本来访问考察自卫队的基地这是20名大陆校级的军官，然后他们会去参访一下防卫省还有航空自卫队的这个小木基地、海上自卫队的武赫基地。这是日本四川和平财团的官网上面，他们有介绍说这是中日军官交流计划。那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互访交流深化日本的自卫队跟解放军之间的彼此了解。那他们讲说这个是日中友好基金会现在最大规模的中日民间交流那再来这个我们看到日本的财团理事长也提到了这个中日和平的意义非常重大，民间交流是不可以忽视的。那这样的一些交流也反映在岸田的民调突然就升起来了。因为我们知道前一阵子岸田的这个民调这是每下愈况，每况愈下那这个日本的新闻网就说最近反倒发现他的内阁支持度比上一次急升了7个百分点但是仍然是在30%左右徘徊啦。就有分析的这个评论员认为，可能呢这个自民党会因为这个丑闻相关的报道出现，会再次下滑。但是这一次的回升很明显就是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所以导致他们的民调往上走。那再来印度同样也是因为原本以为这个印度好像是要配合着美国成为抗中的这样的一个联盟，但是呢数据会说话。现在中国大陆跟印度的这个贸易往来根据印度的智库他们讲说，全球贸易研究计划的数据，在2024
按到2024年间呢，中印的贸易额达到了1184亿美元。那其实这个出口增加是8.7%哦，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超越了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反观呢，在日本的媒体也喊出一个新的话语，他们在这个海底电缆上面哦，又开始在做文章。日经啊，总是好像是这样急先锋啊。他说，一度被宣传为未来海底传输枢纽的这个中国大陆哦，今年过后只会剩下3条海底电缆的铺设。那现在新加坡计划海底电缆数的1半左右而已哦，连接是中国跟世界的这些海底电缆线哦，大幅的减少了。布林肯也提到说，现在啊，美国、澳洲、纽西兰、日本、台湾要一起来新建海底的电缆，展现数位团结的行动啊。那感觉上面，这又是美国新一波的一个围堵计划哦，就是要遏制北京的，他们说是北京的野心扩张，我们要围堵起来。但真是如此吗？现在其实中国大陆更多的技术是在卫星哦，可能不见得真的还需要这个海底电缆哦。那其实熊猫也是现在目前这个中美又有一波新的这个冲突点，因为呢，旅美的熊猫又难道被虐待了吗？像之前的这个丫丫一样哦。那熊猫洋洋竟然口吐白沫，大陆的官方的就出来说明哦，他们讲说可能是一些这边他们就说，现在那个大陆的网友非常的关注哦。那成都基地他们讲说，现在归国程序现在已经启动了，相关的办理手续已经正在进行当中。那他们研究基地澄清说，口吐白沫可能是大量运动引发的自然现象，但是网友们很着急哦，还是喊着说希望熊猫可以赶紧回家了。那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我觉得韩国上次国会大选那个是真的重挫了啊。这跟日本那个补选不能类比啊，所以表示韩国本来就是反美亲美大概各50%嘛，因为尹锡悦他本来当选就只赢李在明赢0.8%，对，所以他当然就是适度的要对中国方面的那些选民要做一些交代了啊，就是他太偏了啦啊 ，American Pie 也唱完了啊，得到东西不多了。当然，韩国人就会抱怨嘛。对，而且这个韩国经济确实面临的一些困局啦，就是说，中国大陆事实上后来追上韩国，挑战很大的企业蛮多的啊。那这个我不知道中韩要怎么去谈啊。事实上，这个问题台湾也是一样哦，因为我们台湾的出口的结构跟韩国重叠度高达66%，所以如果中国企业崛起会冲击到韩国，怎么会冲击不到台湾？哦，比如说我随便举例，比如说半导体的成熟制程，现在台积电本来2年前大概还占50%，现在它就下降到31%。因为台积电很清楚啊，这块会做不过中国啊。我讲的是成熟制程啊，那有一些企业根本都是成熟制程啊，对，联电啊、世界先进啊、力积电啊怎么办？这个只是随便举例啦。那韩国这种企业的可多了啊，所以总是要谈一谈啊。事实上啊，当然中日韩如果坐在一起，在经济上有重大突破，那就是谈 FTA 嘛。可是目前还没有这个氛围啦，因为中国大陆会觉得你们在政治军事上对我都这么不友善，对不对？美韩还在演习啊，美日就不用讲了，那我干嘛跟你谈经济？因为他就觉得我是越来越壮大啊，而且你看起来是有点不知倒地啊，所以这里面我是觉得，像中国外交部上就有放一些话啦，说你要拿出3亿来啊，不然我要跟你谈什么？那就意味着韩国在政治、军事上可能要有一些说法啦，是有一些说法。那日本，你说岸田民调突然又回到29.8哈。这个你也不要太惊讶啦，因为基本上这个都是在低谷盘旋呐，因为它最低啊，当然时事通信曾经做出一个民调只有16%，可是那个是很极端的，一般大概就是21左右，那21反弹到29.8，其实也还好啦，这个就好像拜登啊，拜登民调也不好啊，那拜登我就看到他最近有个民调。拜登在7个摇摆州现在赢了2个州啊，
有可能是你的对手表现比你还差啊，所以你就稍微反弹啊，并不表示你做得很好了。好，来问介老师。其实这个中日韩的关系坏不到哪里去，好也有它的上限啊。不过就是说它已经坏到到了谷底了，对，那自然的话它就摆荡，慢慢要回来啊。那过去当然就是中日韩之间一直要谈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当时这个有意见的主要是韩国，韩国事实上并不想跟日本对日本进行市场开放，因为这两个国家目前这个尹锡悦是这个反常作为啊，彼此之间有很深的芥蒂存在。对，那现在既然这个中日韩之间看起来好像这个芥蒂暂时解开了。那是不是中日韩之间可以谈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个对现在整个怎么讲呢？对整个这个低迷的日本跟韩国的经济会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是不断还在扩张的市场。那么日韩对中国大陆有这个地利之便那么它现在对全世界能够寄望的是美国的市场吗？大概不行吧。那欧洲的市场吗？也不行。那第三世界国家，那以它的这个东西的性价比来讲，也不是中国大陆产品的一个对手所以我觉得对韩国跟日本来讲，现在面临的经济困境中国大陆是一个很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可以伸出援手的一个经济体。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韩国尹锡悦讲这句话基本上主要最近韩元也已经跌破1400了，这就是韩国的韩元的心理关卡。1比1400，它已经得到1比1300多了，所以就是韩元的问题也很严重。韩国现在经济国内也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再多的这些所谓的外交安全的作为事实上可以带来怎么样？民众心理上面可能的一些满足或不满足，可是呢，经济的好坏绝对是一个政府能不能够得到民众继续支持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两个国家基本上想要搞一个就是传统过去玩的一个叫政经分离。经济上还是希望回过头来跟中国大陆能够找到一些出路，能够得到一些好处。那政治上的话，我觉得安全上的话，大概不会有什么变化。好，岳老师。我觉得韩国总统尹锡悦从上台这1年多来2年了吧，基本上像吃错药了一样，他做了非常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这一次的话呢，韩国大选的话，李在明大胜那尹锡悦终于幡然醒悟稍微注意到自己就是在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表现的都不是非常理想。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吧，就是说尹锡悦自己的话呢，为了他老婆金建熙道歉嘛。对不对？那老婆道歉的话，就是说收受这个名牌包嘛。那实际上的话呢，就我看了一下这个记录尹锡悦带着老婆好像是3天出1次国就是说是这个出国好像拜访了不少国家，上百个吧。那么这个情况来讲也是很不一样。那另外的话呢，尹锡悦表达了出来的一个亲美的态度反中反华表现得非常积极那么的确构成了这个大陆相当大的困扰。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韩国本身来讲算是归队了。因为韩国实际上的话呢，对于这个日本的跟美国的做法，韩国的做法上来讲，稍微有一点转换的空间嘛。那这个呢，他现在也不愿意嘛。然后最重要的是，尹锡悦做这个事情的话呢，在社会上也有很大的争议，因为他当年赢李在明的时候，就连1%都不到的这种情况下，他做出这么大的决定改变了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所以说，我觉得王毅对的这个赵对列讲的话非常清楚，他是远亲不如近邻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呢，大家可以发觉，我觉得韩国本身来讲不得不改变一下自己原有的态度了，这个是可以进一步观察。因为我觉得原来东协10+3的计划都快成功的时候，那么从中作梗的话，韩国本身来讲在表现的方式，那这几年看得很清楚，它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的好。另外，我觉得有一点是蛮重要的，我觉得说是大陆的官员虽然是校级军官去看那个日本自卫队的军官做互访，我觉得非常重要。我觉得话呢，就是国防力量的话呢，彼此互访的话呢，就是降低风险的存在的可能性我其实真的蛮希望，就是说你对于这个人家，有任何危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常常在那边讲大陆的新能源车，你就开放几辆嘛，
有条件的开放几辆，大家闭嘴。比如说我们这边讲到这个国防上有一些风险的时候，你让大家稍微能够了解一下，彼此透过了解，不管什么样的管道，我觉得日本能够做出自卫队跟解放军之间的互访这件事情，其实我当初看到这个消息，我还真的蛮意外的，因为这里面的话呢，象征意义有2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日本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就不怕你看，那过不久的话呢，我觉得日本的自卫队也有可能要去看看大陆的解放军嘛，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呢，因为日本在军队上面做的每件事情都有美国的受益嘛，那美国受益的话呢，在这种情况。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这个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我讲慢一点，马上就会加入我们。对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哦。现在马上要520了呀，这个赖清德两岸看起来，你看他的人事布局，你就知道。好像没有想要休兵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哦。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未来要兼发言人的一个角色，本来是2周一次的例行记者会，520之后呢，就改成每周召开一次，是要释放更多的这种可能跟抗中保台啊，或者是说跟中国大陆这个叫板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吗？因为这个梁文杰的斗鸡个性哦，未来恐怕这个陆委会只会更加激进而已。现在我们都已经常常觉得陆委会的讲话很激进，让人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欠缺考量哦，但是未来恐怕这状况是会更加严重。那另外林非凡呢，还传出如果要入主国安会的话，年薪300万，原本我们叫他09万啊，哇，这个薪水跳了好几级啊。那你看看这个赖士葆就讲说，这个两岸恶意螺旋恐怕会因此在上升，因为林非凡最鲜明的形象就是抗中保台哦，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真的有适合国安会的一个基本能力吗？这是让大家打上问号的哦。但是不管他就是在搭配上这个反中大将吴钊燮哦，以及这个赖清德的台独本质哦，两岸的恶意螺旋恐怕只是会更加快速的升温。那我们看一下《中国时报》今天有一个分析，史上首次。军警海巡全部都由独派掌舵，军是指国防部长是顾立雄，现在来担任。警的话就是现在目前内政部长刘世芳，以及这个海委会的主委管碧玲留任呐。这个惊吓的事件处理成这样子，他还继续留任着哦。而且吴钊燮从外交部长呢转去当这个国安会秘书长，他管的这个是特勤相关嘛，所以你看起来全部都是抗中保台这样子鲜明的色彩的。这个赖清德，你真的有想要改善跟中国大陆的一个关系吗？看起来似乎从人选上面，我们已经可以解读出他在盘算什么了。那再来，北京会在520之前施压吗？看到一些台湾的媒体开始在讲说这个解放军最近持续的越过了海峡中线，而且呢，在台湾有一个这个弧形海岸线做出一个 C 型等距离的这样子的一个飞行哦。那北中南大概只有距离维持在40余海里的这个极短距离哦，所以感觉上面好像有一种绕着台湾，他说维持5秒攻台窒息的距离，也就是说，这样40余海里大概只需要5秒的时间就可以突破了。那大陆的官媒也提到了，现在金门的巡航模式未来也会适用在这个澎湖跟马祖，这是央视的新媒体现在开始进行一些这个文攻宣传啊。那他们讲说，这相关的执法也是分工越来越细哦，对大小金门实现有效覆盖，而且呢，这种执法巡查的金门模式未来一段时间恐怕就会应用到马祖、澎湖，甚至整个台湾海峡。那赵春山，我们这个两岸国际学者他就示警啊，他说现在看起来台海表面上面是没有事情的但是随时有可能一个擦枪走火，可能就会有战争的危险发生。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经济日报》。他讲到，他说这个台海的地缘冲突模拟像是一个灾难片。解放军如果封锁台湾白宫战情室内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将是台湾政府请求美国派海军驰援。那美国审慎评估之后，如果认定会触发第3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很高，是否还会决定派遣远征军解除台海的这个封锁呢？确保航行自由呢？供应台湾人民武器和必需的物资呢？这个相信大
大家看到了现在目前俄乌的战争也好，或者是以巴的冲突也好，可能心里面应该会有答案哦。那再来，美国现在也是推着菲律宾哦，不断的好像跟中国大陆一直在这个磕碰碰的。那个菲律宾现在宣布说要收紧对于中国大陆游客的签证申请哦，说要采取更严格的方式。啊，德国还派了两艘这个军舰哦前往印太，就说在这个局势恶化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意在展现面临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攻击行为的时候，对于盟友的支持也真的是跑得太远了吧。另外还有菲律宾的这个肩并肩南海军演刚落幕，解放军立刻回击啊，怎么样的回击呢？有一个新的官宣片，其中有一幕是轰6发射了高超音速反舰这个鹰击21的画面，而且还刻意放慢动作，特写给你们看呢。那专家认为说，这是解放军想要对美军做出一些警告，因为鹰击21的射程范围涵盖南海所有的军舰。那现在新加坡也进入到了一个政权上面的一个转换，就是黄循财的接替啊。那他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哦，就是新加坡不是美国盟友，不允许被任何台独利用哦。他有提到说，我们不是美国盟友，也不向着美国，也不倒向中国大陆，而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但最关键的话就在于说，是不是也要同样喊话给5月份即将上任的赖清德听呢？我们不会允许被任何台独利用。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呢？现在赖清德是不是看到这一票人选没想要休兵啊？其实我倒不这样看啊。吴钊燮当然是啦，可是吴钊燮跟顾立雄背后应该是美国的影子啦。哦，所以你说赖清德会冲很前面吗？我不认为，我认为美国就是直接介入了啦。哦，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团队啦，因为刘世芳跟管碧玲一个海委会一个警政署，那个都不是两岸的第一线啦。两岸第一线还是国防国安嘛，那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是会非常尊重美国的意思了，所以我觉得所以应该是取决于拜登认不认为他在选前两岸要有大的变数嘛。目前看不到这种迹象，因为光是加沙战争跟这个俄乌战争，他就已经快要昏倒了啊！他绝对不希望有第3个战场啊。那至于梁文杰，我觉得也不要把梁文杰看成战狼啦。事实上，梁文杰是很有弹性的人啊。比如说王毅也有一阵子被人家认为是战狼啊。就是之前他在驻日本的时候，大家觉得他温文儒雅。然后后来接外交部就开始会有针锋相对的发言其实最主要是他程度要好啦，程度好的人可歌可音我觉得梁文杰是梁文杰能跟王毅相比？我倒不要跟他比，我是说跟民进党的人比啦他至少不会像王定宇这样啦，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那。他不会像许志杰这样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梁文杰，我认为他对两岸的程度是有的，是没问题的那重点是上面就赖清德啦，赖清德希望你讲到哪里嘛那邱垂正坦白讲，我也认识他。邱垂正，你不觉得在最近这几个月有时候讲话很鹰派吗？可是邱垂正，你如果认识他，他以前在金门大学绝对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这个人的风格是战狼或者是鹰派鸽派，而是这个人是不是真懂两岸你知道吧？如果你程度不好，然后还要硬讲，自己得罪了还不知道，那就很麻烦了所以许志杰肯定是不知道他讲话的严重程度了。王定宇也是了那当然赖清德有时候也会出框这也是美国对他有不信任的地方比如说我随便讲，赖清德几天前就讲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台湾有事台湾日本是生命共同体。我跟你讲，我了解，我认识一些日本政界的人他们都觉得说，谁跟你有事你有搞清楚，你有事我有事，拜托。今天我们的日本同事就讲了这个事。是就说你怎么会讲这种话？这种话就是他主观的期待。
就好像比如说我当总统最大的志向就是进白宫，对，这个美国一听到就说你什么啊？吓坏了，吓坏了！你选你的干我屁事！我讲的是这一类的，所以你不要犯这种错啊。事实上，你把那个跟日本讲的好像他跟你就是生命共同体，我坦白讲，这个立刻就有一种声音出来了。我说蔡英文大概是亲美的独派，赖清德是亲日的独派，这种声音就出来了。就是你不要这个拿捏的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简单呐，你知道吧？那我是觉得，至少我的理解啦，邱垂正、梁文杰不会犯这种错。他们是了解状况的啊。那比如说我的老朋友洪其昌，他也不会犯这种错。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赖清德就是蔡英文也不会犯这种错，可是你赖清德就是会啊，就程度特别不然为什么罗森伯格要来那么多次啊？所以我说，如果赖清德坦白讲啦，520之后是616黄埔建军100年呐，人家也在看啊，你会不会唱国歌啊？那你会不会讲说黄埔军校迁台75周年？那这个也是对着干啊，因为大陆在搞100年，你在搞75周年。所以我的意思说，很多东西就是外面的人怎么看你啦。那如果520跟616赖清德都没过关，那我就建议罗森伯格你搬来台湾住了，拜托了。不然两边飞挺累的。不是对啊，就是要有人讲得上话嘛。因为萧美琴可能也不好跟你讲一些什么，那罗森伯格就来吧。我基本上是觉得是美国在操盘啦。倒不要把它想得太说民进党独派就要冲锋了，我认为不是这样。好，来问介老师。其实就是说，以前在我记得国民党的时候，我们那种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的所谓的党外老师就批评国民党说，你这用来用去就这几个人，就跟大风吹一样。以前我们有个游戏，大风吹，然后大家就换一棵树，换个椅子就换一个，就永远就这些人在排。那个时候说实话，还是有很多新面孔啦。对，那些吹的人基本上都还有些真才实学，有专业的。你现在看，现在赖清德用这些人，对不对？这个就显示说，民进党闹事可以他要办事就是没有这方面的人才。真的，而且他们现在这个就变成什么了？现在就是说，这些人摆在那边像蔡英文摆在这些国安啊、什么外交这些人就是说起码他基本上大家还认识他，所以摆在那个地方。可是你说他们有专业吗？你说这个吴钊燮有专业吗？吴钊燮有什么专业？这个连这个送给人家钱买一些医疗器材都要变成机密案件，然后呢还要透过第三国。这全世界稍微有一点专业基础，外交部一个科员级都会觉得你这样做脑袋是不是坏掉了？他还要再继续圆，对，已经没有专业了，还就这些人拼命在那边怎么样？大风吹，一下就是这个，又一下什么刘世芳又冒出来了。他不是继续圆，他说林北还要再继续站下去，他继续站下去，而且呢，这边他以前也做过国安会的，吴钊燮以前做过国安会，就是说不但是大风吹，而且根本无人可用。这个是很可悲的。那赖清德的问题就是说，真的是程度不好，真的很多事情根本就还没准备好。他今天你就要很严格看出来，他没有什么表现的。他在台南市长做出了什么？他这个行政院长做了什么？副总统做了什么？零，乏善可陈，不是乏善，无善可陈。然后呢？他基本上给人家最他的人设就是说僵化的台独意识者，台独意识。那这也是就是说，当时为什么那么多台独的大佬、台独的金主看中他、投资他，把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眼不胜也没有什么能力的人，把他硬撑到这个案子上、这个位置上来，对，因为绑架了台湾民进党的选民的选票。对啊，民进党选民知道，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啦。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这个民进党政府真的，台湾这个很多都是怎么样？台湾之光，世界之光。你看我们台湾人的这个能力，这个有目共睹的出了多少人才，各行各业出来的，就是政治搞到今天这副德性，
被民进党自己人才不能用，都用什么？都不能用，剩下的都怎么？就是这些在那边转来转去，结果呢，专业看起来一个都没有。然后呢，有的什么？有的是他们的坚强的意识形态，这不就是意识形态治国吗？结果大家已经可以预期了嘛，永远就这批人。是，袁老师。我先从黄循财讲的这个话题起啊，我觉得新加坡的训练呢，就是涉及到这个真的是做政府官员的人才，一眼就要能够一针见血的说出问题的所在啊。那新加坡的立场来讲，其实严格来讲，黄循财讲的话是台湾应该学的啦。每一次在讲说，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话呢，一个真正懂外交的，一个甚至于真正懂经济、懂政治的人，应该要左右逢源啊，不要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啊。说句良心话，重新洗牌对大家都不好。黄循财讲的重点是说，不要被台独利用。这句话本身来讲的话呢，解读上来讲的话呢，那么就是赖清德讲的话，他基本上的话呢，我必须要让大家了解。这个台独利用你的话呢，这个感觉上呢，会制造假象的国际化，制造自己假象的这种拉帮结派的成果，制造这种什么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日本有事台湾跟着有事这种兄弟关系。实际上的话，日本人怎么可能跟你玩这种东西？哪一个国家都知道不要被台独利用啊，连美国都知道啊，对不对？只有在这边的话呢，我必须在讲那个国安团队啊，那个国防部长啦，那外交部长啊，说实在话，这个因为我也非专业了，但是他们都能当的话呢，我也应该试试看了，对不对？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下，梁文杰其实是还不错的棋子啊。梁文杰的背景是大陈岛人啊，我们外省人里头最坚贞的支持国民党就是大陈岛人啊。现在政坛上有2个大陈岛人啊，一个是罗志强啊，另外一个就是梁文杰啦。他们自己的话，梁文杰曾经表示过，他现在走民进党这条路的话，家人都很反对啊什么的，因为他们大陈岛是唯一完完全全讲大陈话的，整个大陈岛最后只剩下2个人，据说一个是拉肚子走不了，另外一个老太婆不要走了，剩下5万多人全走光了，回到台湾，所以他们基本上以前我住在政大捐车的时候，前面一排全部是他们大陈岛来的人啊，他们自己我们这个我在读高中的时候，蒋公过世的时候，他们大陈岛人是披麻戴孝啊，就是感觉上是非常亲近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梁文杰做这个叫什么陆委会的话呢，他基本上认识比较清楚，我同意亮哥讲的话了。梁文杰基本上的话呢，他是一个比较活的牌，因为大家不要讲什么左派、右派、独派、统派什么的，都是薪水派了。你知道有这个薪水一拿到手上，林飞帆也表现得非常好了，基于薪水也要表现得很好。这就是大家都为了钱，为什么不把话说得清楚，讲一大堆理想？像林飞帆原来穿军装啊，叫大家革命啊。那我们现在讲红头了，他怎么不革命了？他开玩笑，早就忘光，只记得薪水。他现在一讲到，就我们基本上，我非常祝福大家，这个梁文杰啊、林飞帆，我都祝福啊。你们薪水高的话呢，你们好好的做出你们能够符合你们薪水的事情就好了啊。那不要把我们带到大家都没薪水的情况下，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怕他。